近日，有美军上将对中俄关系做了一番新的点评，表示同时对付中俄两国可以采用分化之后逐一击破的方式。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俄专家的坚决回应：对付你美国，中俄两国始终都处在统一战线之上。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美国通中门的风云人物，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在华盛顿的一个安全论坛上，面对于当前和以后的世界格局做出了一番分析。他认为，当下与以往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不同的是，现在世界将从一级世界变成三级世界格局，与二战后美苏的两级世界格局不同。现阶段美国这一级不得不同时对抗俄罗斯与中国这另外两极。米利随后又开始刻意的卖惨，他声称，如果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面对中俄将沦为弱势的一方。现阶段中国正在向美国发起挑战，这对美国方面来说是一个威胁，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威胁对美国而言将是非常严峻的。俄罗斯专家彼得·阿克波夫对此发文反驳道，米利将军声称的美国面对中俄将沦为弱势的一方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哪怕是再过上10至20年，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是世界第一。这一点美国人自己也是明白的，因此美国担心的是中俄对于美国霸权或者是盎萨人打造世界秩序的威胁。也就是说，谁阻止美国人在全世界称王称霸，谁就是美国的威胁。这一点不得不说是有问题的。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下的今天，美方这套霸权主义在一些特定方面似乎有些行不通了，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俄的实力正在上升，影响了美国称王称霸的能力。因此，美国为了继续保持世界警察地位，对中俄这两个国家虚空打靶。实质上并非如此，要知道，中俄两国并不是盟友，而且并未签订同盟条约，甚至两国至今都不是军事联盟。正如一些人说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才是中俄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对于美国并未形成实质上的威胁，反倒是美国近一段时间以来咄咄逼人，对俄态度上强硬，并且大搞单边制裁，对中国则发起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因此，中俄两国不得不做出对等的回应。这完全是因为盎萨人大搞单边主义、大棒外交、横行霸道的后果。这种传统异能是其霸权思想的核心。但是，美国也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针对中俄两个大国。因此，美国开始对于中俄两国分而治之，采取了分化中俄、联俄抗中的老把戏。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与俄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后，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似乎没有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了。拜登政府希望阻止中俄关系紧密，以影响到美国，因此拜登不停派遣特使前往俄罗斯进行军控问题谈判，希望可以给目前的美俄外交关系开个好头。但要虎哥来说，俄罗斯被美国坑的还少吗？美国这几年在克里米亚、叙利亚、乌克兰、天然气制裁等一系列事件中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而且直到现在，美国仍旧对俄罗斯进行持续的制裁。因此，精明的俄总统普京自然不会相信拜登政府的说法，所以分化瓦解中俄关系这招对俄罗斯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针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国与俄罗斯始终是蹲在同一个战壕的。中国的诉求就是世界多极化，世界并非一极或是三极，而是多极的，没有霸权的世界是中俄的目标之一。而且俄罗斯对于中国有着非同小可的重要性，主要因为俄罗斯的油气等资源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需要的。另外，俄罗斯还可以帮助中国分担来自美国一部分战略压力。如果俄罗斯出现问题，中国就得独自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压力，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中国的目标是世界多极化的格局，而且中国在未来将成为一个强大、统一、富裕的国家，而美国则追寻美国优先、一超多强、唯我独尊的国际格局。
当前中美虽然没有美俄那样关系恶化，但是也十分的复杂，不是完全的敌人，也非正式的合作伙伴。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中美不存在像中日那样的领土争议问题，两国相距一个太平洋，太平洋之大，足以容得下两个国家。总体讲，由于美国对于中俄的敌对政策，造成了美国与中俄的关系还是合作大于冲突。但是实际上从长远看，中美俄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的分歧。面对美国千方百计的分化，中俄两国唯有始终紧密联系，坚持统一战线，这样才能让美国无计可施。